各位有缘人，大家好，我是国学看老师。今天坐在这里，心中有一份格外的宁静，也有一份急切的叮咛，想要送给在座的每一位。此时此刻，时光的车轮已经悄然转动到了2026年的6月18日。各位抬头看看日历，再感受一下窗外那股渐渐升腾、愈发炽烈的热浪。你们是否意识到，就在明天，也就是农历5月初5，我们将迎来岁时节令中一个极其厚重，甚至可以说是承载了天地能量转折的关键点——端午节。很多人一提到端午，脑海里闪现的第一画面，往往是餐桌上飘香的粽子，或者是江面上百舸争流、鼓声震天的龙舟赛。这些固然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但我更想带大家拨开这些热闹的表象，去窥探那隐藏在节令背后的深邃天理。端午节这一天，其实是上天赐予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家庭，一年之中最珍贵的，用来洗涤身心尘垢、重塑正气能量的黄金机遇。尤其是那一碗被称为50纯阳水的天地馈赠，其背后蕴含的阴阳五行之道，足以让我们受用终身。今天这堂课，看老师要把我多年来关于端午纯阳水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无论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的新朋友，还是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同修，这当中都有值得你细细品味的智慧。建议大家先点个订阅，把这支影片收藏起来，因为这是一份每年端午都会用到的实用指南。让我们先来聊聊端午这2个字的深意。古语云：端者正也，午者终也。这端字代表的是开端，是正气的起始，而这午字在12地之中象征着正午，象征着仲夏，是一天之中，也是一年之中阳气运行到最顶峰、最刚健的时刻。所以端午节从天时上讲，它就是重午，是双重的阳气叠加。在这一天，天上的太阳处于北半球一年中位置最高的阶段，散发出的纯阳之火不仅能驱散大地的阴湿，更能透射进万物的深处。古人把这一天看作是龙升天的日子，阳气之旺冠绝全年。根据天文学的观察，每年的夏至前后，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这时候北半球接收到的太阳能量达到峰值，而端午节恰好落在夏至附近或者夏至后不久，所以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阳气最旺的时间节点。这不是迷信，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天象规律。我们老祖宗用他们的智慧观察天象，总结规律，将这种天时的奥秘浓缩在了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里。然而凡事皆有两面，这也是阴阳五行的微妙之处。正因为阳气达到了极点，物极必反，地下的阴气也开始悄然萌动。农历5月在古籍中被直截了当地称为恶月或者是百毒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随着气温的急剧升高，自然界里的各种病菌、毒虫开始进入疯狂的活跃期，而我们人体内部积攒了整整一个冬春的湿热浊气，也在这股外在巨阳的催化下蠢蠢欲动，想要破茧而出。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和疏通，这些毒就会淤积在经络里，损耗我们的精元，影响我们的气运。所以端午节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天地排毒与正气保卫战。我们的祖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发明了一系列的端午习俗：插艾草、挂菖蒲、配香包、喝雄黄酒。这些都不是迷信，而是古人总结出来的防疫智慧。说到香包，这是台湾端午节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习俗。香包里面装的是各种芳香开窍的药材，如艾叶、菖蒲、薄荷、丁香等。这些药材散发出来的气味，
能够驱赶蚊虫，净化周围的空气。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芳香之气能够醒脑开窍，疏通气机，这与午时纯阳水的作用原理是相通的，都是借助天时的力量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老祖宗传下来一样宝贝，那就是午时纯阳水。或许有年轻人会觉得，水不就是水吗？自来水管里接出来的和端午节取的水能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容易忽略的能量场的概念。水是天地间承载能量最灵敏、最忠诚的载体。如果你读过一些关于水的科学实验，或者了解过古人对泉水的挑剔，你就会明白，水是有记忆的，水也是有磁场的。而端午节当日正午时分取得的水，不仅吸收了太阳最正的光谱能量，更感应到了在那一刻天地间最为刚正、浩大的纯阳磁场。现代科学也证实，水分子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其结构。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做过大量的水结晶实验，发现水会对音乐、语言、情绪等外在因素产生反应，结晶的形状会有所不同。虽然这个实验在科学界还有争议，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水确实是一种非常敏感的物质，它能够感知并承载周围环境的信息。在民间的谚语里，对这午时水推崇备至，说午时洗眼睛，明道若乌秋。意思是说，用这水洗眼，能让双目像乌秋鸟羽毛一样漆黑发亮，视力清明。还有人说，午时水饮一嘴，叫好补药吃3年。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它表达了古人对这股天地正气的由衷敬畏。这些民间谚语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它们背后所承载的这种顺应天时的智慧却是非常珍贵的。我这些年在修行中也发现，真正的良药往往不在名贵的药柜里，而是在这种与天时契合的自然馈赠中。那么如何才能在这难得的1年1度的机会里，采集到一份合格的充满能量的午时纯阳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明天中午，也就是6月19日的11点到1点之间，那是阳气最鼎盛的午时。如果你的家乡还有洁净的古井，或者是深山里流淌出来的清泉，那是上上之选。古井之水汲取了地脉的深层，泉水之灵动感应了山川的清气，再经过端午烈日的直射，那就是真正的极阳水。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古井水的珍贵之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地下水脉与地底灵气相通，井水通海眼，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地气的补充。这听起来有些玄妙，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百年古井，就会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气候如何变化，古井的水温和水质往往都能保持稳定。这说明地下水确实受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调节机制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退而求其次，在自家的阳台上用干净的瓷盆或者玻璃容器盛装清水，在正午时分接受阳光暴晒至少1个小时以上，也能沾染上那份珍贵的纯阳之气。关于容器的选择，这里面也有讲究。我们首推瓷盆或玻璃容器，这是因为瓷器属土，玻璃属水晶，都是阴阳中的至阴之物，但它们在端午正午的纯阳直射下，能够达到一种阴阳平衡的状态。金属容器则不太适合，因为金属属金，会克制纯阳之气的进入。塑料容器更是要避免，因为塑料是一种人工合成物质，它的分子结构会阻碍能量场的感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水的来源。自来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和其他消毒物质，这些物质会在水分子周围形成一层保护壳，阻挡纯阳之气的进入。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选用泉水
井水，或者是大雨后收集的雨水。实在没有的话，把自来水烧开后放凉，再放到阳光下暴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效果。取水的时候，千万不可存着一种戏谑或者是随意的心态。我们讲究的是感应，你的心念就是最强的天线。在那一刻，请你放下手机，静下心来，对着苍天和太阳，心中默念一份感恩，感谢大地母亲给予的生命养分，感谢上苍垂怜给予的祛病良机。这一拜，拜的是天地的秩序，修的是你内心的谦卑。心诚则灵，这并不是迷信，而是当你把自己的频率调频到与自然和谐一致时，那份水的能量才会真正的进入你的生命。仪式感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但实际上它是帮助我们内心达到统一状态的重要手段。当你全神贯注地去完成一个动作时，你的意念就会与这个动作同步，这种身心合一的状态，正是接收天地能量的最佳状态。关于午时水的保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前面说了这么多如何采集，但如果保存不当，一切都会前功尽弃。首先，关于保存时间，传统的说法是端午午时水可以保存1年而不变质，这是因为纯阳之气本身就是一种防腐的能量。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说法，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端午节采集的水，由于吸收了充足的阳光能量，水分子的活性会有所提高，这确实有利于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我建议大家用干净的玻璃瓶来保存午时水，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如果你想长期保存，可以在水瓶外面包上一层黑色的纸或者布，这样可以利用黑色吸热的特性，进一步固化水中的纯阳之气。这取回来的午时纯阳水妙用无穷。首先是饮用，你可以用它来冲泡新茶，那股甘甜醇厚，绝对不是平时能比拟的。它能洗涤肠胃的积滞，清降五脏的郁火。在修行人眼中，这是在为我们的身体换气。现代人的肠胃问题很多都与寒凉饮食有关，喝冰饮、吃生冷食物会让我们的脾胃阳气受损，消化功能下降。而端午纯阳水因为吸收了充足的太阳能量，属性偏阳，用它来冲泡茶饮，可以中和茶叶中的寒性，让茶汤更加温润，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是洗浴，明代的学者温格就曾在《琐碎录》中记载，端午午时取井花水沐浴，1年益气不侵。现代人如果觉得取水麻烦，哪怕只是在洗澡水中加入收藏好的午时水，再加上艾叶和菖蒲，那种由外而内的清爽，仿佛能把身上沾染的职场焦虑、生活琐事带来的晦气一扫而空。说到艾叶和菖蒲，这是台湾端午节不可或缺的2味草药。艾叶性温，能温经止血、散寒止痛；菖蒲性温，能开窍化痰、醒脑提神。把它们绑在一起挂在门口，不仅是驱邪避讳的传统习俗，更有实际的医学价值。它们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可以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入更多的芳香药材，比如佩兰、藿香、薄荷等，制作成端午香包随身佩戴，或者煮水后用来泡脚、沐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谈到这里，我想更深一步的跟大家探讨关于阳气的智慧。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尽管物质生活极其丰富，但大多数人的身体却处于一种阳虚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违背了天地的节奏。夏天躲在冷气房里，吃着冷饮，熬着长夜，这每一项行为都在剧烈地透支我们的命门真火。
当你发现自己明明是夏天，却还手脚冰凉，发现自己精神涣散，眼神无神，发现自己大鱼际青筋暴露，面色暗沉发黑时，你就得警惕了。我们身体里的种种不适，往往就藏在这些由于阳气不足而导致的身体衰败中。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典型的都市白领，每天坐在冷气房里工作10几个小时，几乎不晒太阳，饮食也是以外卖为主，冷饮不断。他来找我的时候，说自己最近半年来一直感到疲惫不堪，睡眠质量很差，而且脾气越来越暴躁。我一看他的面相，脸色苍白无华，嘴唇发紫，这明显是阳气不足的症状。我建议他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每天坚持晒太阳，尤其是晒背。第二，改掉喝冷饮的习惯，改喝温热的茶。第三，每天晚上用热水泡脚。半年后，这位信众再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焕然一新，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脾气也好了很多。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阳气的培补并不需要什么名贵的保健品或者神奇的药物，它就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顺应天时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阳气不仅仅是生命力的代名词，它更是我们人生的护身符。阳气足的人，心态是阳光的，遇到困难他总能想到转机，这叫生机。阳气弱的人，思维容易陷入阴暗狭隘，容易产生怨怼纠结，这叫死气。所以培补阳气其实就是在修改我们的命运脚本。如果你能抓住明天的端午时节，不仅是取水，更是从心底里种下一颗追求光明刚健的种子，那么你的人生轨迹或许就会因为这一念之差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在运势不好的时候，总是想着去算命，去拜拜，去求神问卜，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捷径。但看老师要告诉你，真正的改运之法不在外求，而在内修。当你的阳气充足了，你的运势自然就会好转。当你的心态阳光了，你遇到的人和事都会变得更加顺遂。有缘人，端午的意义绝不在于那一颗小小的粽子，它是天地运行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一个提醒我们回归自然、敬畏天理的闹钟。如果你能在这个端午收起你的傲慢，放下你的偏见，学着像古人那样虔诚地去接一盆午时水，认真地去晒一次杯，专注地去守一份内心的宁静，那么你就是在积累你的福报。因果福报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许愿，而是你当下每一个微小动作的叠加。你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在种下健康的因；你顺应天地的节律，就是在种下长寿的因；你保持一颗利他的平和的心，就是在种下好运的因。这午时纯阳水不仅能洗去你皮肤上的尘埃，更能洗去你灵魂深处的阴霾。在这里，看老师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取水的时候，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千万不要懊恼。这也是天地的教导，告诉我们要顺其自然。天晴有天晴的用法，落雨有落雨的修行。即便没有那一盆水，只要你心中存着那份纯阳的正气，你本身就是那一碗最珍贵的午时水。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真正的能量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心念。当你的心与天地相应，当你的意念与阴阳相合，这种内在的纯阳之气才是最强大的力量。外在的午时水只是一个媒介，它帮助我们找到那种与天时相应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在这个农历5月，请一定要多关心自己的家人，尤其是长辈。阳气在他们身上正处于逐渐消散的过程，为他们泡上一壶用午时水冲的热茶，陪他们在阳光下坐一坐，这不仅是孝道，更是在为整个家庭磁场注入温暖。
一个充满阳气的家庭是不容易招惹灾祸的，因为那种光明刚健的场域本身就是最好的结界。父母老了，阳气渐衰，作为子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孝心去补充他们的能量。这个时候，一杯端午纯阳水冲泡的热茶，一次阳光下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修行不仅仅在深山，更在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间。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纯阳之力。把家里窗户打开，让陈腐的气体流走，让新鲜的阳光和空气驻留，保持屋宇的明亮，就是保持心地的明亮。一个干净明亮的居住环境，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还能让我们的心情更加舒畅。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念诵阿弥陀佛或者其他的祝福语，让这份善念充满你的家，这就是最好的居家风水。最后，感谢大家耐心地听我分享这么多。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些叮咛对你有所启发，请伸出你的金手指，按个赞，给我一份响应，这也算是一份善念的传递。你的每一个赞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对这份传统文化的一份传承。如果你的心中此时正翻涌着对家人的祝福，或者对自己未来的期许，请在留言区留下那句最质朴也最深情的端午安康这4个字，在明天那个特殊的能量场里，会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祝福暖流，回馈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再次祝福大家百病不侵，身心安泰，气运长虹。我们下期再会。